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年粮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新不三第11季第2集。今天是消防安全日，能够快的学习知识，孩子们都很积极。还有个人积极过了头，那就是小新。他缠着校长为自己介绍消防器具，又在消防车上乱蹦乱跳，所以跟校长过不去。我也对小新也是恨得牙痒痒，直接说只要校长一句话，就用锄头捶他背上开花，除掉小新这个捣蛋鬼。消防知在其他小朋友那里普及还算不错，校方还准备了话剧，让孩子们更清楚地看到火的危害。故事开始，弗兰德和莫德回到家中，弗兰德点了根烟，莫德提议说他们应该再装一个烟雾探测器，因为原来那个已经不灵了。弗兰德却觉得反正用不着，没有灭了香烟，就躺在床上，手耷拉下去，点燃了弗兰德的裤子。莫德提醒他快躺下来打滚，但弗兰德觉得真男人无惧火焰，又躺下来睡觉了。帘幕拉上，阿普向大家介绍后续发展。然而此时弗兰德钻了出来，他觉得这防火库越来越热了，就算真在地上打滚也无济于事，火势控制不住了。老婆子忙让人去拿消防水管，但他们没有想到水管接到体育馆里，大门被水冲开，小新踩篮筐踏浪而来，最后火势被灭了，人也被淹了。看着众人的狼狈样，小恩笑在地上直打滚。小新这次恶作剧真的把校长给气到了，连续打了好多次不倒翁，才能够心平气和对新爸新妈说话。他很直接的说，小新最近的恶作剧已经不只是搞笑那么简单了，他就像饥饿的魔鬼，无情的吞噬一切的真与善，而且因为他的影响，连坐在他周围的人成绩也急剧下降。校长拿出一个立体模型，越靠近小新的位置，他显得越是厉害。校长得出结论，小新是典型注意力缺乏症病例，很明显他的病很大程度上源于辛巴。校长说他必须要开除小新，除非辛巴新妈愿意尝试一种未经实验的有潜在危险的新药 F。辛妈很是担心，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无法无天，可从来都不觉得他是亢奋异常的魔鬼。这时小新身影撑在了窗外，他那穿着啦啦队服胡闹的样子让辛妈妥协了。夫妻俩来到了药物研究中心，即便如此，辛妈还是不希望儿子变成药罐，但研究人员表示只要看到那个药的效果，他就会打消顾虑。他们首先展示一群普通的豚鼠，小家伙们不知疲倦在箱子里奔跑，接着研究人员从里面喷了一些 F 药，只见他们立刻规规矩矩排着队跑到教室坐好。还有更神奇的是，研究人员拿了一个老式模样的玩偶，无论他怎样移动，豚鼠们的目光始终追随。研究人员说，这个药片会让教室骚乱下降44%，顶嘴行为下降60%，唯一比这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定期运动。很显然，这方法是难以办到的。药是买回来了，可是辛妈不知道该怎么让小新吃下去。辛爸表示一切都在于信任，然后他要拿起弹弓往小新嘴里弹药片。辛妈怒了，你不是应该跟他好好谈谈吗？闻此，小新拿起了药片。辛爸说，这是让你变成好孩子的小帮手。小新马上就警惕了起来，就算辛爸说他喜欢的明星也吃药也无济于事。小新说他知道自己有些问题，可是这些靠吃药是无法解决的呀。辛爸见软的不行，就想来硬的，然后就把小新逼到书屋上去了。辛爸在树下大喊说不用再逼他吃药了，让他坐下来吃点太妃糖，但包裹其中的药片多的都要溢出来了。小新又不傻，直接扔球砸他老子。辛爸决定给儿子打个样，就自己吃了一块，然后他整个人就变得极其扭曲。弗兰德一家还以为他中邪了。辛巴出师不利，辛巴又来到了树下，决定对小新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亲爱的，你不想吃药，我们是不会逼你的。看到妈妈真诚的眼神，小新下来了。辛妈说，我还以为你很爱我，愿意让我帮你呢。看着妈妈那慈爱的目光，小新终于还是动摇了，就当是为了妈妈吧。他吃下了一粒药片。又是一天清晨，拥抱儿子过后，辛妈问他感觉怎么样。小恩说有些副作用，他那里变得很大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那只是2个橙子。到了学校，小新伙伴们交流新体验，得知他们也都在吃药，或者带着一个惩治项圈。小新感觉吃药好像也没有那么糟了。上课的时候，小爱抽学生朗诵诗歌，虽然小新积极拒收，不过小爱还是叫了其他同学。这时坐在窗边小胖子发现了有趣的事，外面有2条狗在抢东西，所有的孩子都被吸引了注意力，除了小新。小爱看到他坐在位置上都惊呆了，而小新则淡定的表示，不就是狗吗？我又不是没有见过。小新感觉到自己有种强烈的念头，要他改邪归正，走上正轨。接着他又说道，快点吧，这首诗可不为自我鉴赏。小妹在家看阿可秀，这段表演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操控小丑领劫丰盛助理没有把握好时间，将整个表演都搞砸了。看到这里，小妹忙找到了小新，很激动地告诉他，阿可把他助理制片炒了。但小新只是淡淡的说自己正在看书。小妹难以置信，拿起封面一看，前青春期高校人士的7个习惯。即使如此，他依旧不相信小新会认真看书。小新也不气恼，还对他讲书里的知识，说自己以前浪费了许多能量，现在他们都集中了，就像一束光。说罢，他就要赶新小妹出去。小妹见小新将自己当做浪费他人时间的人，很识趣离开他的房间。吃饭的时候，新妈发现座位上有一封信，里面是小新写的感谢信，感谢他煮了这么高水准的一顿饭。小新说纸张只花5分钱，但母爱是无价的。新妈备受感动。辛爸见状也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，新一点
的确是没有，不过小新给他准备了一本书，是失败者的心灵鸡汤，这的确比辛更适合辛巴。他也觉得自己工作缺乏干劲，小新觉得老爸常会影响他的状态，于是第二天他要变成超短裤。现在小新就是辛巴的骄傲，他向朋友们夸耀了那个计划器，这小新给他的，里面包含了1整周的计划。小新开始没日没夜的看书，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印第安男孩的老师。现在辛巴辛妈特别感谢那个神奇的药，是他让小新从笨蛋变成天才。看儿子这么守规矩，辛妈提议他们晚上出去玩一会儿。听到妻子那些悄悄话，辛巴笑得合不拢嘴，然后夫妻俩就到了成人影院看一些电影内容。辛巴不禁感叹，这是妻子所能给丈夫的最好的礼物。辛巴就知道他会喜欢，虽然他欣赏是母女裁缝之间的友谊。回家路上，辛巴还意犹未尽，只说这样的活动再多来点。不料还没有等他们尽情畅想未来，辛巴又发现辛小妹坐在门口台阶上，见爸爸妈妈回来，辛小妹忙走上前去，她说小新现在的举动可笑极了。走进小新的卧室，他们立刻被眼前场景惊呆了。天花板上悬挂着无数的衣架，小新头顶锅盖，身上缠满了锡箔纸。见他们来了，小新忙命令把门关上。没等大家发问，他又主动解释起来，那些衣架是用来阻断卫星信号的。他说卫星在偷窥他，他能在太空中读到你电子笔记本的内容。辛巴不相信计划器也可以吗？只见小新一跃而起，直接踩碎了计划器。他说现在他们都知道了。辛小妹询问他们是谁，小新理所当然的说还能有谁，棒球大联盟啊。听到这话，辛巴当然觉得小新已经疯掉了。辛小妹很是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没有，不过就快了。说着小新就要取出妹妹的补牙材料，这把辛小妹吓得不轻。辛爸辛妈把小新送到了研究所，他们告诉研究人员小新很担心卫星的事，而且决定不再眨眼，因为怕卫星探测到他。辛妈觉得不该让小新继续吃药了，然而研究人员说他是无法摆脱 F 药的，这是真的。虽然研究人员答应给小新配更温和的药，但小新根本不让他们拿走 F 药，他打翻那些替代品，而且将 F 药大把大把往嘴里塞，之后就打开研究院的门逃走了。研究人员没有办法对付失控的小新，但他们有的是办法对付失控的父母，不许找他们的麻烦。回到家后，辛妈报了警，他说自己不知道小新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但警察十分不靠谱，他们甚至连小新肖像都画错了。辛妈很担心儿子的处境，这么大太阳他都没有戴帽子。此时小新点着烈日来到军事基地，趁军人们正在洗澡，他偷走他们的钥匙。另一边，辛巴又到老毛子酒吧，儿子失踪了，这会好像也不着急，不过他也不是全然不顾不管，还是布置了一个陷阱，等着小新自己上钩。辛巴很是心疼，觉得儿子现在肯定是又孤独又害怕，不过很显然他想太多了。小新此时正开着坦克，在春年正开辟一条全线道路呢，不管前方有什么障碍，都有直接碾过去。小新终点站是春田小学，在即将逼近教学楼的时候，辛巴挡在坦克的面前，小新最终还停了下来，他向妈妈敬了个礼，感谢他挺身而出。辛巴也很感谢他将坦克停了下来，不过小新表示这是没汽油了，辛巴有些失望，不过还是想劝小新从上面下来。小新同意了，但表示要先炸掉一个东西，他将发射器对准学校，但并没有开火，然后将发射器扫过在场众人，停留在教堂的方向，也是虚晃一枪。最后他用发射器对准天空发射了一枚炮弹，然后从天空砸下了一个卫星，趁消防员灭火，这样将小新拎了出来。一旁的辛妈注意到了卫星的字棒球大联盟，小新说这下信了吧，我说过他们在监视我。赶紧打开卫星一看，证实小新的说法，里面有他们每个人的资料。这时麦克来到了众人面前，他说小新说的对，他们确实在全天候的监视他们。小新询问这么做的原因，但麦克并不打算说实话，直接用全雷达转移了大家的视线。趁这个空档，他将卫星搜集到资料都给带走了。最后小新终于恢复了正常，小明是最高兴的，这些天他都闷坏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重要是小新回来了，还得到了一支麦克铅笔签名的球棒。就是辛小妹有些好奇，为什么上面那个铃是用玻璃做的？当然是因为他们又被监视了。辛妈表示她再也不让孩子吃危险药了，现在小新只吃利他林就够了。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两者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。由于药物的缘故，小新变得极其聪明，恨不得将每分每秒都用在学习上，但他最终只能回归平庸，因为人们喜爱天才，但并不喜欢疯子。天才能够通过学习不断完善自我，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的杰作，而疯子脑海中虽然也充斥各种信息，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，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证明自己。就像是小新，他想法得到求证后，他就没有那么在意被监视的事情了。其实疯子和天才界限也并不完全清晰，他们也只代表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人的看法罢了。或许转换一下角度，两者就会瞬间移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